你有没有发现，越想用力抓住的，越容易溜走；越想赢的争执，越是两败俱伤；越想控制的关系，越是让人想逃。我们从小被教，要强，要争，要赢，要把命运牢牢抓在手里。可是有一本只有5000字的书，讲的却完全相反。他说，真正的强大是柔软，真正的厉害是不争，真正的掌控是放手。这本书就是老子的《道德经》。今天20分钟，我帮你读完它。先花1分钟，搞懂这本书为什么这么神。《道德经》的作者，传说是老子，春秋时代的思想家，道家的祖师爷，跟孔子是同一个时代的人。传说他看透了世道，决定骑着青牛出函谷关归隐。守关的人拦住他，说：“先生，你一肚子学问，不留点东西就走，太可惜了。”于是老子停下来，写了5000个字，这就是《道德经》，然后飘然出关，从此再也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就这5000字，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，是全世界翻译量仅次于《圣经》的一本书。历代帝王拿它治国，企业家拿它管理，医家拿它养生，现代人拿它安顿焦虑的心。而且它早就不只是东方的智慧，西方无数的企业家、心理学家、顶尖运动员，也都在这5000字里找一种安定的力量。一本2000多年前的书，到今天还这么多人抢着读，就代表他讲的是不会过期的人性跟规律。为什么这么多人读？因为老子讲的不是玄学，而是一套顺着规律走，不应来的生存智慧。孔子教你怎么做，老子教你什么时候该不做。这2种智慧你都需要，而后面这种现代人最缺。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《道德经》，那就是书名的2个字：道与德。道是天地万物运行的规律，德是顺着这个规律去活。那老子发现的规律是什么？是柔弱胜刚强，不争而善胜，无为而无不为。听起来很违反直觉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本能是要往高处爬，往前冲，把别人比下去，把一切抓在手上。老子却说，往低处流，往后退，不跟人争，学会放手的人，反而走得最远，活得最久。他最有名的比喻就是水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最高的善就像水一样，滋养万物，却从不跟谁争功。你想想，世界上最柔软的是水，可是最有力量的也是水。这就是老子要你看懂的秘密。老子不是要你变强，去压过别人，而是要你变得像水一样，能屈能伸，能高能低，能方能圆，不管到进什么容器，都活得下去。这种柔软不是软弱，而是一种更高级的强大。接下来，我有5个老子的核心智慧，告诉你这套以柔克刚的活法到底怎么用在你的人生里。第一个，也是整本书的招牌，上善若水。老子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出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水滋养万物，却不跟万物争功，它总是往最低、最没有人想待的地方流，所以最接近道。他还有更狠的一句：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。天底下没有比水更柔软的东西，但要攻破坚硬的东西，没有什么胜得过水。你想想，再硬的石头，滴水也能穿；再大的洪水，能冲垮整座城。柔从来不等于弱。把这个放到生活里，真正的高手不是处处强硬，而是懂得示弱，懂得退让，懂得绕路。举个例子，2个人吵架，你越大声，对方越大声，可是你忽然放软，说一句你说的也有道理，对方那股气瞬间就泄了。这就是以柔克刚。再看谈判桌上，一位强硬、寸步不让的人，常常谈崩，而懂得先倾听、先让一步的人，往往最后拿到最多，因为他让对方觉得舒服，觉得赢，事情自然就成了。出众人之所恶这4个字也很重要，别人抢着要的位置，要的功劳，
你不必去挤，愿意去做别人不想做的，待在别人不想待的，反而没有人跟你争，路就宽了。还有一层更深的，水之所以能成为大海，是因为它甘愿待在最低的地方。老子说江海能成为百谷之王，正是因为他善下，愿意处在最低处，所以万流归宗。一个人也是这样，姿态放得越低，能容的人就越多，能成的事就越大，端的架子，处处要高人一等的人，路只会越走越窄。所以，下次你又想硬碰硬的时候，先学水，绕过去，沉下来，放低姿态，不争那一时的高下。记住老子这句话，越柔软的人，其实活得越强大。第二个观念，最常被误会，无为而治。很多人一听无为，就以为是什么都不做，躺平摆烂。这完全误会了。老子说，道常无为而无不为，道看似什么都没有做，却什么都成全了。无为真正的意思是，不妄为，不硬干，不违背规律的瞎折腾。老子打了个很妙的比方，治大国若烹小鲜，治理一个大国，就像煎一条小鱼。你煎小鱼的时候，越是一直翻动它，它就越烂越碎。你只要火候对，少翻动，它自然就熟了，就完整了。管人、做事、教小孩，全是这个道理。最差的主管是事事插手，处处盯人，什么都要照他的，结果把团队绑死，把自己也累死。最高明的主管是把方向定好，把对的人摆到对的位置，然后忍住，不乱插手，让事情自己长出来。教小孩更是这样，你越是盯着他，逼着他，什么都替他决定，他越反弹，越没有主见。你给他空间，让他自己撞几次墙，他反而长得又快又稳。做事也一样，我看过太多人把忙当成努力，整天瞎忙，什么都懒，什么都要改，看似拼命，其实就是在不停翻动那条小鱼。真正会做事的人，懂得抓重点，懂得留白，懂得等对的时机，用最少的动作成最多的事。这才是无为而无不为，不是不做，是不白做，不乱做。无为不是不作为，而是不过度作为。这世界上很多事，你越用力越糟，你愿意松一点手，退一步看，它反而顺了。老子还说，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。学知识是每天往上加，但悟道是每天往下减，减掉那些多余的用力跟执着。所以，下次你又忍不住想掌控一切，想插手到底时，先问自己一句：这一下，我到底是在帮忙，还是在翻动那条小鱼？第三个，是最治现代人焦虑的一帖药，知足之止。老子说，知足者富，真正富有的人，不是拥有最多的人，而是那个觉得自己已经够了的人。他还说得很重，祸莫大于不知足，就莫大于欲得。最大的灾祸来自不知足，最大的过错来自贪得无厌。你看现在多少人，月薪3万想5万，赚到100万想1000万，有了1000万，半夜还是焦虑，还是觉得不够。这不是穷，是心里破了一个洞，不管到多少进去，都填不满。更惨的是比较。你本来对生活很满意，一打开手机，看到别人出国，别人换车，别人升迁，那份满足瞬间就没有了。你不是真的少了什么，是被别人的生活偷走了快乐。老子不是叫你不上进，他是提醒你，欲望要有个底，脚不要懂得停。他说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长久。知道满足，就不会自取其辱；知道适可而止，就不会招来危险。这样才能走得长久。你看那些报道的人，投资不知道停利，贪心加码，到最后赔光，事业冲过头，把身体跟家庭都赔进去。灾往往不是灾在不够，而是灾在还想要更多。但要讲清楚，知足不是要你不再前进，不再努力，而是让你在前进的时候，心是安的，是稳的。一个懂得知足的人，赚钱时不会被欲望牵着鼻子走，失去时也不会整个人崩溃，因为他的快乐从来不是建立在拥有多少，
而是需要多少。欲望少1分，自由就多1分。所以，从今天起，练习对自己说一句老子的话，够了，这样就很好。你会发现，当你不再追着更多狂奔，你反而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其实已经很富有了。第4个观念，听起来最矛盾，却最高明，不争之争。老子说：“夫为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”正因为他不跟人争，所以天底下没有人争得过他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越是抢着要赢，要面子，要凸显自己，别人就越想跟你比，跟你斗。可是一个从不跟人争的人，你根本没有办法跟他斗，因为他压根不在那个战场上。现实里，那些到处争功、争对错、争一口气的人，往往树敌最多，走得最累。举个职场的例子，每次开会都要抢功，把同事比下去的人，短期看好像很风光，可是慢慢的，没有人想跟他合作，没有人愿意挺他。反过来，那种总把功劳推给团队，把舞台让给别人的人，看起来好像吃亏，可是人心都向着他。真正的好机会来的时候，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。老子说不争，不是要你软弱，要你认输，而是他看穿了一件事，很多争根本不值得。你赢了那口气，那个面子，却输掉了关系，输掉了格局。把争的力气省下来，拿去把事情做好，把人做好。是你的，时间自然会还给你；不是你的，争破头也留不住。这就呼应了第1点的水，水从不跟谁争高下，只是默默往低处流，最后却会成了大海。夫妻、家人之间更是这样。多少感情，不是输给什么大事，而是毁在争那一句话，争那个对错上面。你赢了道理，却输了感情，到底算赢还是输？在你最在乎的人面前，肯先低头，肯不争的那一个，其实才是真正赢的人。所以，下次你又想争一口气的时候，先停3秒，问自己，这口气真的值得我搭上关系跟心情去争吗？很多时候，不争才是最高级的赢。最后一个观念是老子看世界的底层逻辑，反者道之动。老子说，反者道之动，弱者道之用，事物总是往相反的方向走，这就是道的运动，而柔弱才是道真正在发挥作用的地方。什么意思？就是4个字，物极必反。盛极而衰，否极泰来。爬到最高，下一步往往是往下，跌到谷底，反而是开始往上。他最有名的一句是：祸兮福之所以，福兮祸之所伏。灾祸里面藏着福气，福气里面也埋着灾祸。他们从来不是分开的，而是会互相翻转。古人有个塞翁失马的故事，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解。丢了马，看似是祸，结果那匹马带回一群马，成了福。多了马，儿子骑马摔断腿，又成了祸，可断了腿，反而躲过了打仗送命。你说，到底什么是福，什么是祸？市场最懂这个道理。涨到所有人都疯狂抢进的时候，往往就是要崩盘的时候；跌到所有人都绝望认赔的时候，往往就是要反弹的时候。人性总是在最高点贪婪，在最低点恐惧，而真正懂反者道之动的人，刚好反过来。别人贪婪我警惕，别人恐惧我不惧。顺着规律的人，自然就站到了多数人的对面。这句话能救你很多次。顺的时候，他提醒你别得意，别把事情做太满，要留点余的，因为最高处往往藏着最大的风险。逆的时候，他撑住你别绝望，因为你已经在谷底了，再下去也有限，谷底正是反弹的起点。做人做事都一样。得意时收敛3分，失意时撑住一口气。月有阴晴圆缺，没有一直的好，也没有一直的坏。懂了反者道之动，你就不会在顺境里飘起来，也不会在逆境里垮下去，你会稳。而稳，是这个浮躁时代里最稀缺的能力。好，20分钟快到了，我们把《道德经》今天的5个智慧串成一句话复习：做人要像水一样上善若水，
以柔克刚，处下不争。做事要懂无为而治，顺势而为，别一直翻那条小鱼。对欲望要知足之止，够了就好，适可而止。对输赢要不争之争，你不争，反而没有人争得过你。对顺逆要记得，反者道之动，祸福相倚，得意别飘，失意别垮。你发现了吗？老子从头到尾都在教你同一件事，别跟规律对着干，别跟自己过不去。真正的强大，从来不是更用力，而是更柔软、更松、更通透。孙子兵法带着锋芒，道德经带着柔光，一刚一柔，刚柔相济，你的人生才算完整。孙子兵法教你怎么赢，道德经教你怎么不必赢，也能活得自在。听完很有道理，但你明天就忘了，那这20分钟就白费了。所以我只给你一个今天正能做的小练习。想一件你最近正在硬撑、应征或拼命想控制的事，可能是一段关系、一个结果、一个放不下的执念。然后试着对它松手一次，不是放弃，是不再用蛮力，退一步，慢一点，不争那一下，不那么用力的抓。就是这一次，看看会发生什么。你很可能会发现，当你不再死命紧抓，事情反而开始往好的方向流动。这就是老子要送你的礼物。有时候，把手松开，路才会出现。如果这集对你有帮助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我每周都会帮你用20分钟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经典。下一集我们要读的是《鬼谷子》，聊聊那套3秒看穿一个人的识人与说服术。最后留一个问题，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最近哪一件事，其实可以试着不争，试着松手。我们下集见。